美欧讨论停火，没叫上乌克兰，是否抛弃泽连斯基，成为西方难以逾越的难题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俄乌冲突爆发之后，以泽连斯基为代表的乌克兰政府，在整个西方世界被宣传成了反俄英雄。但是，当欧美开始认清现实，讨论如何结束俄乌冲突之际，是否抛弃泽连斯基，就成了又一个难以逾越的难题。西方过去力挺乌克兰，基于3点：一是泽连斯基政府就是反俄英雄，支持乌克兰是政治正确；第二，西方可以通过制裁打残俄罗斯经济，支持乌克兰与俄罗斯打仗，可以让俄罗斯被削弱或服软。三是乌克兰军队正在痛击俄罗斯军队，援助乌克兰可以大大的增加获胜的可能。现在欧美开始讨论结束乌克兰战争，也基于3点：一是泽连斯基政府并没有战胜俄罗斯军队的可能；第二，西方无法摆脱对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；三是战争的长期化在严重的消耗美国和欧洲，让欧美经济遭受严重损失。据 CNN 报道，最近几周，美国一直和英国、意大利、法国等欧盟国家定期会面，试图为结束这场冲突制定计划。然而，乌克兰并不在场。意大利上个月提出的停火和通过谈判解决结束战争的4点框架，美国和欧洲盟友正在展开讨论。这个框架基本上看出来就是在出卖乌克兰的利益，包括让乌克兰承诺在北约问题上保持中立。乌克兰和俄罗斯就克里米亚及顿巴斯地区的未来进行谈判等等。有消息称，意大利的4点框架已经被俄乌双方所驳回，就连美国对此也并不认同。通过这件事，我们也能看出来，未来解决俄乌冲突的出路之一是由西方国家施压乌克兰，让其让步，换取俄罗斯的让步，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议。过去西方一直希望俄乌冲突长期化，现在反而担心战争长期化有可能对他们自己造成不利的影响。这就是理想和现实的差距。西方想要乌克兰继续打下去，就得不断地给泽连斯基政府输血，还要承受战争所带来的难民和高通胀。欧洲还不得不高价购买俄罗斯的能源，等于在变相资助俄军的作战。现在的问题是，西方国家有可能完全抛弃泽连斯基政府吗？答案是非常难。首先，泽连斯基已经被树立成了反俄英雄，抛弃泽连斯基就是撕毁整个西方价值观体系，这个后果是西方国家难以接受的。如果乌克兰是对俄军作战失败，最终接受和平协议，那么就不涉及西方价值观的问题了。其次，是否逼迫乌克兰与俄罗斯谈判，在西方国家也会被撕裂，主要是基于各国对俄罗斯威胁的认知不同。欧洲西部的一些大国与美国以及东欧国家的态度完全不同，所以如果再拉长时间线，更愿意帮助乌克兰的国家会进一步减少，但不会全部消失。美国希望乌克兰与俄罗斯继续打下去，也会在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进行道德绑架。最后，乌克兰军队还没有放弃与俄军作战的希望，泽连斯基政府仍然是可以被利用的。决定泽连斯基是否被西方抛弃的关键，就是乌军是否能够顶住俄罗斯军队的全面进攻，避免让战线出现崩溃的局面。只要乌军能够坚持打下去，西方抛弃乌克兰的理由就不充分。总体来看，虽然美国和欧洲开始讨论谈判解决俄乌冲突问题，但是想抛弃乌克兰仍然不现实。俄乌冲突的结束，最终还要看俄乌双方在战场上较量的结果。在乌军宣布战败之前，西方将不得不继续给乌克兰输血，这是一场难以结束的消耗，也是美国不想结束的一场战争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